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转眼间，国庆超长假期已经迎来尾声，小薇大家和我一样患上了节后抑郁症。什么？你们只放了1天？那没事了。为了治愈大家的节后抑郁，偏偏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个人珍藏已久，却因为制作组腾腾哥不敢轻易安利的国产动画。它就是在国创区长期中的榜首，由异化开天和哔哩哔哩联合出品，国漫之光玲珑，寓意为灵魂的牢笼。至于为啥会起这么个名字，咱们待会儿揭晓。故事发生在不久后的未来，随着科技和医疗高度发展，人口数量远远超出地球承载上限，迈向星辰大海寻找新家园的行动迫在眉睫。正当一切紧锣密鼓的推进之时，月相突然发生异动，地面爆发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剧烈地质变化，并从地里涌现出一种名叫噬极兽的怪物。它们肆意猎杀人类，吸收人类的生命原质。所谓的生命原质，可以简单理解为人类的灵魂。被吸光生命原质的人类都会成为石像一样的残骸，这种尸骸被称为肉土，而肉土中的人类脊椎则会变异成名叫脊骨的怪物。对，长得的确很像大号的钱串子。脊骨会散发出一种名叫猩红素的毒素，被毒素感染的人类会陷入狂乱，被脊骨伺机寄生，直到被吸干生命原质，而与人类现有的武器却无法对他们造成致命伤。人类在这场浩劫中所剩无几。好在有一座复工堡垒，侥幸度过了这场大灾难。幸存的人类聚集在堡垒中，将这座最后的家园命名为灯塔。灯塔的最高管理者被称为城主。为了在末世中挣扎求存，灯塔上颁布了极其严苛，甚至有些泯灭人性的生存法则。灯塔取缔了旧世界的家庭关系，根据基因优劣将人类分为上民和臣民。臣民整天干着脏活累活，吃着虫子做成的食物，没有繁育资格，甚至连名字也被一串数字编号所取代。即使是上民，也只能定期根据基因匹配进行发育任务。他们的孩子将接受灯塔的统一培养和教育，说白了就是没得感情的生育机器。孩子一落地就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在严苛的管理下，灯塔上的农业、畜牧业勉强实现了自给自足，但科技产物和药品却无法量产。更关键的是，灯塔无法产生供自己运行的能源，没有能源，灯塔就会坠落，面临无尽的噬极兽。为此，灯塔组建了一支由上民战士和臣民搬运工组成的特殊部队——猎荒者。他们将前往危机四伏的地面，驾驶人形机甲重力体和装甲车，去飞船、医院等各个遗迹寻找旧世界留下的物资。他们经受过最严酷的训练，由最优秀的教官亲自指导，才能应对最苛刻的环境。而这位壮汉就是这支猎荒者小队的队长马克，而这个妹子则是猎荒者小队的副队长冉冰。别看她长相甜美柔弱，打起架来可一点都不含糊，和马克配合极为默契。经过多年并肩作战，冉冰早就对马克芳心暗许，马克多少也察觉到了冉冰的心思，却始终不敢正面回应这份感情。马克的姐姐红扣是猎荒者小队的前任队长，和另一名猎荒者坠入爱河，公然违抗灯塔3大准则，被城主摩根下令施以火刑。马克亲眼目睹姐姐和姐夫被烧成灰烬，从此他的心里就刻下了对灯塔制度的恐惧和抵制，以及对失去亲人的畏惧。除了猎荒者小队之外，灯塔上还有另外2大势力，其一是由维克多将军率领的城防军，相当于旧世界的警察和军队的合体，负责维护灯塔日常秩序；其二则是由城主的儿子小黄毛查尔斯担任会首的光影教会。建议大家趁现在把推打在弹幕里，不然一会儿吐口水的人太多，我怕你们排不上号。这个光影教会的教义相当简单粗暴，大致就是说人类能幸存下来都是靠光影之主罩着，猎荒者每次都能带回大量物资，也是靠光影之主的庇佑。听着很荒诞，但身处绝望中的人们实在太需要一个宗教来自我安慰了。照理说，身为邪教教主，为了笼络人心、传播教义，查尔斯至少应该装得像个代善人吧。可是当一位臣民妻子祈求他将自己的心脏换给他的上民丈夫时，收获的却是无情羞辱。在会首查尔斯眼里，臣民的心脏会玷污上民尊贵的基因。如今城主年老体衰，急需选定一个年轻人继承城主之位。查尔斯深感胜券在握，城主之位将由马克继任。知子莫若父，老谋深算的摩根城主当然知道查尔斯的心思，就单独约了谈心。经过一番父慈子孝的交流，父子2人在真情流露的同时，其实也在互相试探。摩根暗示自己知晓查尔斯的野心，也表明了对光影教会的不屑，试图从儿子手中夺权，将包括光影教会在内的所有权力都交给马克。毕竟末世不比和平年代，经不起勾心斗角。要我看，摩根还是趁早拉倒，让马克这个猛男身披长袍给信徒们巴巴念经，还不如让他和光影之主比划比划。查尔斯知道从父亲手里继承城主无望，于是以退为进，妄图保住自己光影会首之位，掌控了灯塔3大武装势力之一。他至少能够和马克分庭抗礼，可没想到当爹的比点活路都不给。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查尔斯心里生根发芽。第一步就是送负责人口补充的艾隆教官远行。没错，无论上民还是臣民，无论他为灯塔做过什么贡献，只要到达一定年龄，就要被强制送出灯塔，美其名曰走出洞穴寻找真理。资料室在哪儿？不用我告诉你吧。老师，跟随艾隆教官的提示，马克和冉冰潜入灯塔核心资料馆，居然真的发现了灯塔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原来灯塔根本不是普通的空中堡垒，而是一座叫塔尔塔洛斯的空中监狱。灯塔元年，也就是距离主线故事发生的52年前，初代城主平息了狱警和囚犯之间的战争，期间又经历了地面武装入侵和内乱，最终确认地面无法生存，灯塔成为了人类最后的家园。也就是说，灯塔上的住民大多是囚犯和狱警的后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灯塔12年，灯塔遭遇入侵，对方仅凭一人之力，几乎将猎荒者团灭。照片里，一名白发女子被重力体团团包围。马克震惊了，因为他曾经在某次任务中亲眼目睹这名白发女子驾驭食蚁兽。可当马克向城主汇报时，城主却让他忘掉这一切。有时人会被双眼所蒙蔽，一方面默认了白发女人的存在，另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其中另有隐情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。总之，资料库里的资料戛然而止，况且历史往往会受到当权者的歪曲。马克决定亲自走访，终于从一位最年长的臣民口中得知了灯塔12年的真相。当年摩根是猎荒者的指挥官，根本没发生什么灯塔入侵事件。猎荒者小队在执行地面任务时被噬蚁兽围攻，眼看着将团灭，一名白发女子杀入重围，救下了猎荒者小队。照片里那台形状怪异的重力体其实是白发女子的座驾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摩根把她请上了灯塔，但是没过多久，白发女子连带着她的重力体都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城防军将军维克多奉城主之命，将一个密封箱送到生物实验室，嘱咐加里博士重启临渊者计划。密封箱里赫然正是白发女子的重力体。花海两朵各表一枝，马克忙着探寻真相，冉冰却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。由于一名猎荒者战士阵亡，本该由他执行的繁育任务将由冉冰代替完成。今晚他就要前往晨曦大厅，负责人口补给的艾隆教官刚远行，冉冰就被分到了繁育任务。不用说，这多半又是查尔斯计划中的一环。一边是灯塔法则，另一边是自己的真心。冉冰主动向马克表白，面对冉冰炙热的目光，马克却以世纪兽未灭，何以价微的假大空话搪塞冉冰。听到冉冰要去晨曦大厅，他慌了，却也只能回答一句：完成你的任务吧。其实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，他其实是在害怕。姐姐红后灰飞烟灭的一幕印刻在脑海深处，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。他怕自己再一次目睹亲人死亡，只能将怒火都发泄到沙袋上。可没想到，就连宣泄怒火都会被人打扰。来人正是向查尔斯求情的臣民。他知道马克就在臣民一视同仁，为了将自己的心脏换给心爱的丈夫，他居然开枪自杀，逼马克帮他去换心。这份超越生死的爱意打碎了马克心中最后的犹豫。他将臣民带去了上民医疗区，解剖医生进行换心手术，紧接着赶往晨曦大厅，阻止冉冰的繁育任务。放倒了几十名卫教士后，马克正面硬刚查尔斯手下头号大将大狗沙利夫。赤手空拳的马克在身穿动力机甲的沙利夫手下节节败退。就在马克即将推开晨曦大厅的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横七竖八的卫教士，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。原来冉冰也心有灵犀，同时反抗繁育任务。经过一番真情告白，冉冰和马克约好一起离开灯塔，到地面上开始新生活。马克虽然救出了冉冰，却还是被城防军抓住。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闯进晨曦大厅，私下处理恐怕会引发争议。于是摩根城主听从查尔斯的建议，召开庭议。一方面给马克申辩的机会，另一方面也给民众一个交代。殊不知，这也是查尔斯计划的一环。他知道现在的马克已经站到了灯塔3大法则的对立面，于是他在庭议上巧灵辞色，激化矛盾，诱导马克这位亲近的继承人在庭议上顶撞摩根城主，完全否定他定下的规则，并提出和冉冰离开灯塔远行。摩根城主本就心脏堪忧，又吃了查尔斯提供的假药，当场被气得昏了过去，命悬一线。在查尔斯的操作下，城主的急救药也用完了。为了拯救城主的生命，马克临危受命，带领猎荒者精英前往最近的采集点取药。这是猎荒者第一次在夜间执行任务。采集点又位于生态密集区，顾名思义，生态密集区的食蚁兽密度极高，各种稀奇古怪的怪物层出不穷。总之此行异常凶险，猎荒者精英全体出动，带上了几乎所有重力体，冒着雷暴气候强行登陆。这时候肯定有人要问了，为了一个老头的命，让这么多精英身陷险境，值吗？实际上，马克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救城主，也是在救自己，甚至是整座灯塔。摩根昏迷后，已经被灯塔生命法则判定为无治疗价值。如果马克及时带回救命药，并将摩根救活，身为城主的摩根就亲自打破了自己定下的法则，成为灯塔变革的开端。不过，就算摩根侥幸生还，也必然不能继续担任城主之位。一旦落入查尔斯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马克想活命，就只能救摩根，再继任城主。猎荒者小队冒着食蚁兽的攻击，潜入了目标采集点。闻名旧世界的科技寡头重生生物科技公司，殊不知故事将在这家生物公司里发生重大转折。建筑物里随处可见各种医疗设施。猎荒者们发现了一颗相隔50多年居然还在跳动的人造心脏，还有一只实验小白鼠。掐指一算，这只小白鼠至少活了50年，可见旧世界的细胞再生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可怕的高度。说到再生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样东西？没错，就是拥有极强再生能力的噬棘兽。此处显然是编剧埋下的伏笔，噬棘兽的诞生多半和旧世界细胞技术有关。除此之外，设施中还保存着大量克隆人，这些克隆人是器官的容器，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人类。可令人
惊讶的是，所有克隆人都长得和马克小时候一模一样。而大家印象中，马克是在灯塔出生长大的，他的细胞又是怎么跑到救世界去了呢？政府公司带来的谜团越来越多，但这些都和猎荒者的任务无关。期间，编号为4068的臣民意外修复了一台救世界的医疗机器人，在机器人的带领下，小队顺利找到了药剂，但事情肯定不会这么一帆风顺。产品4068无意中惊动了熙攘，4068也和大部队失散，留在大厅经营的小队更是连像样的反抗都没做到，就被突然出现的终极食蚁兽花恶兽直接吞噬。更可怕的是，它的眷属种族刺曼，这种小型食蚁兽移动速度极快，每一次攻击都能准确绕开防御，完成一击必杀，显然兼具蜂巢思维和极强的自主能力。猎荒者小队在花恶兽和刺曼的夹击下死伤过半，在压倒性的实力面前，他们甚至连牺牲都徒劳无功。马克为了掩护大部队带有离开，独自留下断后。在与花恶兽的搏斗过程中，马克意外看到了5个神秘人，他们从衣着打扮到装备全都和灯塔截然不同。难道他们也是人类幸存者？但是灯塔不是说地面人类已经灭绝了吗？更令马克惊讶的是，5人小队的首领居然正是资料中的白发女子。可惜还没等仔细分辨，马克就被花恶兽拽进了地下。尽管打败了花恶兽，但马克同样筋断骨折，奄奄一息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在药房脱离队伍的4068居然误打误撞被命运的手推到了马克面前，猎荒者的救援也即将赶到。如果以后有，原来早在灯塔上时，查尔斯就以4068的青梅竹马降妖鞋，用上面的身份为利诱，让4068找机会杀掉马克。这个不起眼的臣民，就是他埋伏在马克身边的最后一步棋。尽管猎荒者及时赶到救下马克，但等到被送上灯塔时，也已经失血过多，就剩一口气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，一只脊骨悄悄爬上了他的后背。被脊骨寄生的人类，无一例外都会被吸干生命原质。正当大家陷入绝望之时，生物研究室主任加利突然出现，他决定死马克当活马克1，将马克带走，还顺带领走了医疗机器人和小白鼠。结果加利博士的初步诊断，马克的脊椎已经断成了几节。被脊骨寄生后，他的身体非但没被控制，居然反过来吸收同化了这条脊骨。这在以往的案例中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加利博士立刻下令完成手术，但查尔斯百般阻挠，妖言惑众。他表示，如果把脊骨注入身体，那他到底是马克还是一只食蚁兽呢？并试图唆使维克多将军将马克身上的脊骨就地抹杀。关键时刻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。马克及时带回救命药，救活了摩根城主。经此一难，摩根突然想通了，灯塔确实如马克所说，有了回归地面的实力。马克也是为了灯塔的未来而身负重伤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活。手术室外，众人心思各异，冉兵悲痛万分。查尔斯则满脸得意，城主摩根每个褶子里写满了惋惜与悔恨。维克多将军对脊骨充满警惕。手术室里的加里博士则信心满满，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既然马克在同化这条脊骨，那么干脆把断裂的脊椎取出，并用这条脊骨代替他的脊椎。经过一番险些还生的抢救，加里将脊骨塞进了马克体内，代替破碎不堪的脊椎。然后马克就嗝屁了，在燃灭的窟窿中被送进了焚化炉，经过高温煅烧，变成了马克杯。全剧当然还没中，焚化炉里突然传来巨响。以上就是《玲珑》包括中章在内前12集的全部内容。不是我不想往下讲，而是原剧就演到这儿。真情实感追番的我也跟大家一样着急。B 站12万观众给他打出了9.6的高分，目前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亿大关，540万人真情实感追番。根据《玲珑》研发记录的纪录片，我们得知制作《玲珑》的异化开贴一共有150多名成员。团队看似人数众多，但是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，要完成《玲珑》这样一部高质量的3D 动画，区150人确实有些捉襟见肘。为了制作《玲珑》，他们光前期筹备工作就花了整整1年半，从剧本、美术、分镜到海量自产制作，全都得亲力亲为。光原画就画了超过500幅，制作组要根据原画创作设定图，设定图又得经过模型、材质进行还原。由于《玲珑》反映的是末世众生相，人物数量众多，衣着体貌也各具特色，因此除了动画练习外，动画师们还要参加表演课程和剧烈训练。第1集惊艳的长镜头、中章马克暴倒沙利夫这些名场面，包括人物的表情动作，都是制作组自己摸索出来的。好评背后是原画师袁梦琪不断的自我否定，是1988年就入行的分镜导演赵老师抛下家庭独自占据武汉的决心，是首席概念设计蔡明亮强者的发型，是150多名成员熬夜爆肝的努力。希望大家在这里给制作组刷一波辛苦了。除了制作外，玲珑的世界观、故事情节、人设，每一点都值得拿出来说道。故事背景放在末世的作品数不胜数，但是像《玲珑》这样世界观架构宏大、完成度又这么高的，属实罕见。我们在夸一部架空作品时，常会用到一个词“宏大”，这显然不是说地图板块的大小，而是当你戴上显微镜逐帧观察时能看到的海量细节。透过一次惊心动魄的猎荒者任务，引新观众入坑，再随着故事推进，逐步将一个宏大的世界呈现在观众眼前。当你发觉不对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你已经上头了。不光是人物的对白，还有场景设置，小到一张海报、一块告示牌，大到一座建筑，全都在从侧面补完世界观。从这些细节中，我们能够自行脑补旧世界的科技发展，甚至推测出后续剧情。
早在玲珑2019年放出了17分钟 PV 里，我们就发现不少信息量巨大的细节。男主角马克脖子上的疤痕，在第10集有了解释，背后亮起的脊椎性图腾也与第11集移植脊骨前后呼应。PV 中残破路障的柱子上形似犹太教生命树阵图的涂鸦，则是第9集才出现的玛纳之树，告示牌上抵制星际旅行的标语，与第1集出现的移民飞船，船舱里穿金戴银的乘客们从侧面补完了背景设定。看没看到这些细节，你能获得的观影体验也天差地别，搞得玲珑的观众们一边挖掘细节，一边大胆脑补人均列文虎克。有些 UP 主通过臣民编号和差分法推算出了现在灯塔上的总人口，还有些动辄搬出万字解析，叫人望而却步。随着故事展开，地面人类终于登场，致命的猩红素对他们而言就是屁大的事，注意是真屁大的事。他们将在后续剧情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总之，第1集的故事只是个开端，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也只是玲珑事业的冰山一角。除了宏大的世界观外，玲珑对人性的刻画也相当深刻。就以臣民4068为例，他才是玲珑中争议最大的角色，没有之一。4068出身臣民，却从小立志成为猎荒者。看到威风八面的马克，他在羡慕之余，也敢诞生出我可取而代之的野心。2个青梅竹马的小伙伴，一个活泼勇敢，一个理性圆滑，这仨凑在一块儿，就是完美的主角团配置。4068和王道热血番男主的唯一区别，就是他的主角光环有点跑偏。要说他没存在感吧，探索人民飞船时是他惊扰了脊骨，药库里也是他无意中激活了息壤，典型的干啥啥不行，坏事第一名。要是他幸运吧，出身臣民，吃虫子长大，冒险重做重力体，以一己之力挽救了物资，得到的却是卫教士的毒打，最终沦落为查尔斯的一枚棋子，被迫亲手杀害自己的偶像。要是他冷血贪婪，不择手段吧，他在杀害马克后，吓得直接从重力体上摔了下去。回到灯塔后，满脑子都是马克的死状。就连马克被推进焚化炉时，他也冒着被责罚的风险闯入现场，目送马克的遗体离开。偏偏他的所作所为都在这个人物的逻辑框架内，虽然让人不爽，但确实是臣民4068能干得出来的事儿。难以想象，这么丰满的人物，只是一个和主线关系不大的配角，可角色越是有血有肉，他领便当或者受挫的时候，观众就会越难受。编剧刚花了10几分钟描述冉冰的少女心事，转头就安排他去了晨曦大厅。马克和冉冰刚刚确认关系，编剧就让他俩老眼纷飞。再相见时，马克就剩了一口气。老爷辈猎荒者们刚登场，下一集就为了保护马克，纷纷死于非命。随着第10集上线，玲珑编剧没有新的话题，也仍动微博热搜，虐观众虐到破圈。别的动画里都是糖里夹刀，而玲珑是花样发刀，属实 respect。面对玲珑编剧层出不穷的刀，粉丝们的进攻也从未中断。先是邮寄一箱白花舌头水，第10集上线后，更有热心粉丝叫了100份螺蛳粉外卖，直接送到了益华开天公司门口。据益华开天员工所说，会议室里螺蛳粉堆积成山，大家轮流进去嗦粉。那几天整层楼都是臭的，制作组表示十分感动。然后第11集就把主角马克抬进了焚化炉。我寻思着，夸也夸得差不多了，剩下一点点篇幅，让我们回到视频的起点。玲珑之所以会叫灵魂的牢笼，我认为有3层意思。首先，人的躯壳是束缚灵魂的牢笼，在玲珑的设定中，人类被抽光了生命源之后，便会转化为肉土，而构成肉体的土，难免让人想起宗教与神话典故。旧约中，上帝用尘土造人；华夏神话里，女娲用黄土造人；古希腊神话里，普罗米修斯也用粘土造人。还有诸如古巴比伦、苏美尔等文明都有泥土造人的神话传说，被注入灵魂后，泥土才成为了人。所以说，肉体是束缚灵魂的牢笼。其次，光影教会也是束缚教徒理智的牢笼。神棍头子查尔斯初次登场，向信徒们传达光影教会的教义时，化用了柏拉图的哲学家王思想核心，也就是著名的洞穴之狱。大概就是人们生活在洞穴里，大部分人一辈子只能看到阳光投射在墙壁上的影子，只有极少数智慧超群的人才能走出山洞，看到世界的真相。不过查尔斯将洞穴中人们的安稳生活粗暴地解释为光影之主的庇佑，不知道是他太蠢了，还是末世环境太险恶，人们需要一个宗教信仰来麻痹神经。除此之外，灯塔本身也是束缚人类自由意志的牢笼。灯塔在旧世界被称为塔尔塔洛斯，而塔尔塔洛斯在希腊神话里是地狱的代名词，人死后灵魂的归宿，透过冥河和人间相连。灯塔奉行的3大法则，将人类变成了流水线出产的工具，随处可见特权阶层的欺压。长此以往，灯塔上的人类也不能被称之为人类，只是为了生存泯灭人性的工具罢了。光一个名字就能涵盖宗教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。玲珑这部凝聚了制作组大量心血的动画，兼具了深度和爽度，确实值得一看。随着剧情逐步推进，马克身上的神秘力量、射击兽和大灾难的真相、神秘白发女子的真实身份，都将在后续剧情中一一揭晓。当然了，按照异化孤天的调性，未必能在第1季全部揭晓。眼看着下半段已经进入尾声，鸽子已经养肥，担心异化孤天咕咕暂时没补番的小伙伴们，不妨前往 B 站广场去观看，让我们一起迎接玲珑第1季的大结局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不要去4刷了，拜了个拜。